我曾听说过雪山悬崖，曾让人魂绕梦牵。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，也藏着万丈深渊。聪明的、愚笨的、善良的人，都是你熟悉的人。在山坡，在悬崖，在巅峰云端，在这人世间。让雪花纷纷扬扬。这庙里祭的是什么？天下所祭，皆为神庙，你怎会不知？神庙。天地初分，聚首横行，神庙中人行威德降世，传世人文字礼教，主使人开山辟海，定人族基业。你家大人没有教过你吗？神话故事。你真不知道我是谁？总之，你不得踏入正殿半步。没有埋伏，难道真是凑巧？果然没有神像。神话故事，我这个人呢，从来不信神仙。但是反正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到这个世上的。如果真有神庙的话，麻烦你派个使者下来跟我解释一下。你要是给我答案，我就给你个面子，信你一回。食宿报销，你考虑一下。小姐，小姐，看见小姐了吗？没有。小姐，小姐，我问你个事儿，你是刺客吗？应该不是。那你是神仙派来的吗？
应该也不是。我觉得你是。你是谁？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吐着吐着就吐习惯了。小姐，小姐！哎呀，哎，你要走啊？嗯。你跟正殿那贵人是一起的？少。忘了问名字。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可急死我了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小姐，你还笑，每次出来都到处跑，可吓死我了。能够出来，自然高兴，总比天天待在房间里头喝药强。御医说了，你这病啊，不能吹风。小姐，你怎么又卡血了？没事儿，吐啊吐啊，就吐习惯了。完了，这是吐糊涂了。起驾！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？少爷，我已经等候多时了。追上前面那马车！驾呀！哎，你往哪儿走呢？那边。不是，少爷不是回府吗？什么回府啊？追上那马车，拐过去，拐过去。那边。好，那边那马车。给我让开！让开！
陛下，我们可以前行。起驾！陛下，今日祭庙，那少年突然而至，是臣失职，请陛下降罪。今日祭庙，未见波澜，你已经有功了。今日祭庙虽未外宣，但庆庙周边自有禁军守护森严，那少年可以轻松闯过重重暗哨，怕其中必有蹊跷。臣恳请自上而下彻查禁军。你和他对了一掌，是。怎样？这般年纪有此内功，也算不凡。陛下，今日有如此大疏漏，禁军那边还是查一下。不用了。吁！拦下！让他过来。是。放行。入城道内有后宫侍女准备拦路，人已杀尽了。知道了。来了个禁军，又走了，真是也听不清在说什么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从庆庙回来就一直在想，是不是遇见什么好玩的事儿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遇见了个有意思的人。旁人也就罢了，但愿啊，那范府公子也是个有趣的人，能让小姐这般高兴。啊，我知道你不愿意，这毕竟是陛下指婚，陛下，那个少年是谁啊？想必是户部侍郎在儋州的那个私生子，好像叫范闲。说说看。今日那少年突然出现，并非偶然，应该是陛下的安排。朕为什么要安排啊？臣不敢妄测圣意。说。是陛下想看他一眼。那在入城道上用侍女坏他的名声的，你觉得是谁呀？臣不知。是不知，还是不敢说呀？从经历看，或是东宫。哦，东宫。臣有此般猜测，已是悖逆之罪。只是陛下问，臣不敢不说，请陛下降罪。这个范闲在偏殿上跪下了没有？臣留意过了，在庆庙
范闲不曾跪拜。遇神不跪。一点儿都不好吃，但也别忘了给人撂2两银子。是。公典，臣在。听说太子送你的那幅画，你很喜欢。臣知罪。回宫吧。人生于世，自有所好，何罪之有？臣明白。到了，少爷。慢着，慢着，哎，慢着，哎，马车会还到后门，烦请少爷自行进府。还？你不是范府的人。我是范闲。我是范闲。少爷，这边请。走侧门。我爹的意思？老爷还在户部未归，这是二夫人的安排。如果柳如玉真想杀你的话，怕是你没那么容易进范府的大门。少爷，请随奴婢入府吧。院里为何没人说话？二夫人在午睡。她在哪儿午睡？后院。后院午睡，全府不敢说话。二夫人是不是很厉害啊？少爷，您别这么说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说话。看来果然有手段。哎，站住！这哪位？府里管账的师爷。我都打不着你了，站这儿来！我让你跑，跑！还躲，还躲！我今儿你说你个管账，那跑得比兔子还快。你先把气儿喘匀了再追。你拿个鸡腿干嘛？这不是鸡腿，这是个姑娘。姑娘啊！喂，你听懂了吗？奴婢也不懂。这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大概知道。知道，知道就给我打开。要不你自个儿试试。范闲到内院了？还没到，夫人。怎么走了这么久？要不我去看看？不急，让他慢慢走。到了内院，就让他在院子里等着，等我睡醒了午觉再说。是。加油，再使点劲儿！加油，再努把力！快了，快了，使点劲儿，使劲儿！加油，快了！
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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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你给我打开！我也打不开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这是范府，府里上上下下都以我为尊，我让他们干嘛，他们就得干嘛。我现在让你把箱子给我打开。你这话有毛病。什么毛病？你刚才说府里人都以你为尊，对，你又说你说什么他们都得听，没错啊。那你要让他们打死你自个儿呢？他们要是动手就得伤害你，说明不是以你为尊。他们要是不动手，那就是不听你的命令。你看自相矛盾了吧？2个条件只能满足一个。走吧。说的有道理啊。那怎么办？那就得让他们打死我，他们必须得听我的。那不行啊，你打死我，他们听谁的呀？那就不能打死我。那不打死我，他们又不听我的了。刚才那孩子就是我弟弟。是。他为什么要追账房啊？二夫人在午睡，应该是趁机讨钱。这账房跑得这么快，多年追逐，先生练出来了。那孩子脾气不小，不敢背后议论少爷。范闲少爷已经是内院了。柳如玉在哪边啊？啊，姨娘在哪边？二夫人在屋里午睡，嘱咐了让您等等。进屋等。少爷，不合适。在院里等。我在这儿等便是。这院儿还挺幽静的。臣恭典，拜见太子殿下。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你我都爱书画，兴趣相投，咱们之间呀，只谈交情，不必多礼啊。这些书画，都是臣这些年来珍藏中最珍贵的几幅。哎呦，家中其余字画已经一把火全烧，从今日起，臣便没有喜好。这是殿下赐予臣的前朝名画，请殿下收回。公典，何至于此啊？今日陛下说，人生于世，各有所好。殿下，从今日起，臣就不再有什么喜好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陛下今日去庆庙祭拜，为什么没通知礼部呢？是微服出宫。这之后，陛下在庆庙遇见一个少年，名为范闲。然后呢？已经在外面了。是夫人，站着呢。是急躁啊，还是愤怒呀？都没有。他说，他也要午睡一会儿。不是不让他进屋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手里要抓个鸡腿啊？不知道，进门就抓着了，也不见他吃啊。儋州的习俗，先不管了，是谁给他搬的椅子？他自己去拖来的。这个儋州小鬼，恐怕不是省油的灯。那就见见吧。
贤儿了。这一路可真辛苦，我刚刚确实迷糊了一会儿，把你给冷落了。没事没事，姨娘若是不叫我呀，我还一直睡着呢。哎，姨娘坐。儋州民风淳朴，如今一看，贤儿果真被将养得极好。虽说气度缺少了几分，倒是有天真自然的灵动。天真自然，当我野猴子吗？姨娘真是谬赞。儋州偏僻之地，从未见过姨娘这般人物，雍容华贵，气质淑贤。若是不知道的呀，定把您当做腹内主母。小土贼在说我身份不正啊！刚才拿箱子那小子呢？对了，刚才出来匆忙，把给贤儿准备的接风礼给忘了。你稍等片刻。哪儿去了？我看见你了，你可别动。等少爷过来，我抽死你！少爷，我想明白了，我凭什么自个儿打死自个儿啊？我哪知道啊？你是不是耍我呢？你说呢？夫人，少爷没讨到钱，正是脾气暴躁的时候，只怕要动手。我知道，不然我干嘛找借口避开？我要在啊，他反倒不好犯浑了。少爷若真把范闲给打了呢？我儿子是嫡子，范闲不过私生，身份天壤之别。若首日进府，范闲就被打了，那他往后就抬不起头来。可是夫人，听说范闲会些拳脚，万一他反过来把少爷给打了呢？打便打了啊！刚一进府就殴打嫡子，尊卑不分，凶性顽劣，老爷还能留他？你不觉得自己有点过分吗？少爷我还没做呢，你凭什么做呀？站起来！把手伸出来！没人管啊！你怎么进的内院？你到底是谁？范闲。哦，范闲，你就是那个儋州来的私生子，我当是谁呢？就你这样的身份还敢耍我？把手伸出来！我身份怎么了？我身份是你兄长，长兄如父。要这么论的话，我算是你亲爹。气死我了！住手！若若，哥，我跟你说过我会来的。哥永远是若若的哥哥。永远是。你还会来京都吗？总有一天，我会来的。跪下！啊！我刚才遇到账房先生，你又想对他行凶？他跑得那么快，我哪追得上他呀？这个时候，你不是应该在读书吗？这些我都可以饶你。真的？归回去。给我。姐，你不是说饶我吗？给我。现在罚你，是因为你对长兄无礼。他就是个私生。手张开。姐，你为了外人打我。范思哲。哪只？
兄长的名讳不可直呼，更不能不敬。再有下次，我一样打你。记住了，起来吧。这么大人了，还没事就去找娘。娘啊！哥，路上辛苦吗？到我屋里坐会儿吧。范思哲这名字谁起的？父亲啊，怎么了？有水平。打得好。儿子别喝了，儿子被打了。等你爹回府，就把你被打这事儿告诉他。告诉有什么用啊？也是爹让姐管教我的。若若打的？对呀，你想除了他，谁敢打我呀？我不是已经把他调离府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回来不回来我不管，反正我现在手疼。哎呦，那怎么办呀？要是能放点银子就不疼了。就你这样，怎么斗得过那儋州的狐狸？有点银子就能斗得过。你。北齐文坛大家庄墨涵的亲笔，你喜欢他的字儿？别人送的。东夷城大宗师司顾剑曾经用过。大宗师的剑，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也是送的。还有那些玉器古玩都是送的。哎，借我个盒子。中间那个木色的就是了。这么多东西都是谁送的？都是些大家闺秀。为什么？求更新。你说什么？你给我写的信里，陆陆续续夹杂了许多红楼的章节，被偶尔来访的姑娘家瞧见，引以为宝，很快传了出去。现在全京都待字闺中的小姐们都是你的书迷，天天送东西给我，求更新。更新这词儿，你在哪儿学的？你信里写的，我就拿来用了。他们不知道这是谁写的吧？放心，他们不知道是你写的。我说了多少次了，这真不是我写的，这是一位曹先生所写。哥，你就别瞒着我了，我给奶奶写信了，奶奶说儋州根本没有一位曹先生。我知道，你是怕自己风头太盛引人猜忌。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，不会让人知道你是这个世上最了不起的文坛大家。我还是喝茶吧。今日之事就是如此了。陛下没跟范闲说话，没有，还杀了所有的拦路侍女，正是。然后你就来我这儿私话了。从今日起，臣与殿下便不再有私议了。臣有些肺腑之言，一定要说，请殿下恕罪。讲。殿下乃东宫之主，结交文武百官，这无可厚非。但臣掌管大内，守护陛下身侧，如若臣与殿下私交过深，敢问陛下能放心吗？继续。儋州范闲身份地位，陛下思维绝不是因为此人。今日陛下还说了一句话，
今日祭庙未见波澜，你已经有功了。当时臣未解气，事后想想，汗流浃背。陛下知道臣与殿下私交过深，此次微服出宫，依然安排臣部署安全事宜，这绝不是为了要见什么范闲，而是要看臣会不会对范闲出手。身为大内侍卫，乃皇帝爪牙，职责所在，不能与所有臣子有任何往来。这为人臣子，还是该招前西替，三省其身。难为你秉烛忠言了，这些话换一个人，恐怕不敢说出来。臣死罪。今日针对范闲所为，并不是我的手笔。罢了罢了，这幅画呀，我就收回去了。从今往后，你我各司其职，私下里就不用见了。谢殿下体谅，臣就此告退。上面写了你回府的日子。谁给你的？不知道，昨晚出现在桌上的，所以今天我特地赶回府里，就是怕范思哲冲撞了你。他倒是真怕你。他顽劣得很，父亲一直让我管着他，从小到大，他对我的畏惧是骨子里的。他娘也不管？柳氏一般不敢招惹我。这话说的霸气。问清楚了吗？范若若怎么会回来的？咱们不是特地算了日子把她给支出去的？问过了，说是若若小姐出门没多久就把人甩开，自己回府了。看来早就知道范闲抵达的准确消息。谁告诉她的？都查了，没人说过啊。那她怎么会知道呢？娘，我什么时候能走啊？这个范若若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看起来范闲也颇狡诈，你就不能上上心？有什么可上心的呀？不就是一个从儋州来的私生子吗？不老实，打他一顿不就完了？府上也没机会打。这样啊，明天我约他出去吃饭，在街上我揍他一顿，您看怎么样？以力破巧，倒也是个办法。哎，娘，我要骗他出去吃饭吧，就得需要银子的支持。支持。哎呀，这个范若若，年幼时他旁敲侧击，用过手段想压住我，幸亏哥在心里教我如何应对。这么多年，他知道我心思深，便不再与我开战。只是谁在暗中帮我，我却想不出来。应该是五竹叔先到了京都。五竹叔是谁？教我爬悬崖那个，他的名字不方便告诉别人，所以没在信里说。那你怎么还告诉我？你是我妹，又不是别人。那个五竹叔可信吗？他的故事说来话长。小姐，老爷回府了，让范闲少爷去书房见他。先帮我保管一下。刚才就想问你，这鸡腿是怎么回事啊？回头跟你细聊。哎，老爷一回来就要见范闲。
是的，夫人。哎呦，见就见呗。你继续去盯着。是。你爹对范闲的态度很关键。娘啊，能有什么态度啊？把他一扔在儋州那么些年，我爹回去看过他一次吗？这才是我奇怪的地方。你爹他不是个薄情之人，如果他偶尔回儋州看看范闲，我倒不紧张。可就这么一扔，不闻不问，实在不合情理。所以我才让人去儋州守着，就是想看看他跟范闲有没有暗中联络。这件事儿我一直觉得很古怪。你娘我也不能保你一辈子，终究要靠你自己。你的前景，我钱，给多少钱？没钱。没钱斗不过。老爷说了，不用禀报，直接进书房便是。时光在岁月长河里不停地轮回，记忆在前世今生里不停地交汇，慢慢星河醉，转眼间春去秋来，雁儿已南飞，谁又能舍下和你这一生相随，在梦里转了千百回。看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这余年，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啼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过这余年。纵然是跨过千山一路烽烟，你始终与我并肩。看落花无言，流离中年复一年，细数这余年。纵然实在不相见，断了前缘，无悔无怨，潇潇红尘思念如从前。啼笑月已无眠，留一半温柔的心看